俄乌冲突爆发后，美西方国家针对俄罗斯能源实施多轮制裁，希望拖垮俄罗斯经济。不过，让他们大跌眼镜的是，伴随这些制裁的却是不断飙涨的能源价格。俄能源出口量虽然下降，收入却达到历史高位，而且还高于在俄乌冲突中的支出。为此，美国要跟欧洲盟友成立一个临时的价格联盟，给俄罗斯卖油设置价格上限，是要减少俄方出口收入。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就发出警告，对俄能源制裁将削弱欧洲制造竞争力，欧洲情况会变得更糟。第25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周三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开幕，4天会期中，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商人士与会。在俄乌冲突持续、俄罗斯面临美西方多轮制裁的背景下，论坛特别关注当前形势下俄罗斯面临的新挑战。俄总统普京周五还将在论坛全体会议上发表讲话。外界希望从中观察俄罗斯对国内外形势的评估，以及应对西方围堵的策略。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西方对俄制裁一直没停。欧盟已经实行了6轮制裁措施，焦点是金融和能源。继前段时间俄罗斯成功捍卫卢布汇率之后，最新数据显示，西方对俄罗斯能源大宗商品的制裁也事与愿违。总部位于芬兰的研究机构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日前发布报告称，在俄乌冲突爆发的头100天里，俄罗斯通过化石燃料出口获得了930亿欧元的收入，其中61%由欧盟进口。5月以来，受西方制裁影响，俄罗斯的煤炭和石油出口较冲突之前有所减少，但同期出口平均价格比去年高约60%。即使计算了俄方比国际市场价格低约30%的折扣价，也几乎完全抵消了出口量减少的损失。研究报告特别指出，这笔收入已超过其在俄乌冲突中的支出。眼见制裁失效，美国财长耶伦上周表示，美国正在与欧洲盟友就成立一个临时价格联盟进行磋商，旨在为俄罗斯原油设定一个与产量大致相等的价格上限，从而在稳定油价的情况下让俄罗斯少赚钱。乌克兰总统经济顾问乌斯滕科对此表示赞成，他还建议各国应该把俄油价格和最高限价之间的差价支付给一个基金，以帮助乌克兰的重建。深圳卫视注意到，在美国的一再游说下，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组成的欧佩克加本月初终于松口决定增产，同意7月、8月每天增产64.8万桶，远超当前日增产43.2万桶的水平。不过，有资深原油分析师透露，最近一段时间，欧佩克成员国与欧佩克加成员俄罗斯的关系走得更近了，而且欧佩克最大产油国和出口国沙特与拜登政府之间的关系并不好。这种情况下，沙特并没有足够的动力去为了拜登而增产，更何况高油价还给沙特带来了大量收入。当然，他采取的措施，我想这么几个。第一个呢，国内的那些这个能源公司啊，可能会加大国内的这些能源的开发，比如说这些页岩油啊、页岩气啊。第二个措施就是劝服这个中东的产油国家，我能够增加产量。现在其实是他们不太愿意增加产量，因为这个油价升高的时候，他们想利用这个机会。所以它的动力不大。第三个呢，我想就是可能就是通过对俄罗斯石油的买家的一个价格的一个控制，这一点可能要通过这个强制手段，就是通过所谓的第2次这个刺激制裁，但是这一点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的。